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我們來聊一個蠻值得深思的話題。你想象一下，當你身上那個最讓你驕傲的標籤，不管是台大學生、全國冠軍，還是某某公司的主管，如果有一天這個標籤突然被撕掉了，那你還剩下什麼？你是誰？這個問題啊，就是我們今天要聊的兩位主角，在他們人生最關鍵的轉捩點所面對的靈魂拷問。好，那我們就先來看看這兩位主角的人生起點到底有多麼不同。他們兩個的出生可以說是天差地遠，好像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平行時空。首先是陳思琪，他就是那種你知道的典型的體制內精英，全國游泳冠軍，13歲就破了全國紀錄，後來還進了台灣大學，基本上就是大家眼中的人生勝利組。但另一位主教陳安，他走的路完全相反，他是體制外的街頭實戰派，15歲就在夜市跟着人家學做生意，沒有什麼頂尖的學歷，所有本事都是在社會大學裡面自己摸索出來的。所以你看，一個是活在鎂光燈下的運動員，另一個呢是在街頭巷尾自己練功的少年家，兩條看起來永遠不會有交集的平行線。但真正有趣的地方來了。雖然他們的跑道不同，但他們都在人生的某個關鍵點為自己下了一場可以說是風險極高的賭注，而這個決定也徹底改變了他們接下來的人生方向。我們先說陳思琪，他進了台大之後，游泳成績竟然陷入了長達4年的低潮。你可以想象，曾經是全國紀錄保持人，現在卻一直拿不出好成績，那種自我懷疑跟焦慮幾乎要把他壓垮了。所以他給自己下了一個最後通牒，他說下一屆全運會，如果我拿不到金牌，我就永遠退出泳壇。這不是一句氣話哦，這根本是把他整個運動員的身份都當作賭注壓上去了，不成功便成仁。那陳安呢？他的賭注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狂。你看他的履歷，15歲在夜市打滾，19歲進了《天下》雜誌，還一路做到小主管，前途一片光明。這可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工作啊！結果他在26歲那年，竟然毅然決然地辭職，一個人跑去香港。最關鍵的是什麼？他當時連工作簽證都沒有，口袋裡也沒多少錢，就憑着一股衝動，幾乎是兩手空空就去了。你想想看，他放棄的機會成本有多巨大？好，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今天最核心也最值得你筆記的一個觀念了，那就是他們兩個人是怎麼樣重新定義失敗這件事，還把它變成成功的養分。陳安對於失敗這兩個字的定義，我覺得真的非常值得我們學起來。他說，對我來說，那不叫失敗，那叫做我只是還沒有成功而已。你聽這句話的轉變，雖然聽起來很簡單，但力量非常強大。他直接把一個代表結束的句點，變成了一個還在持續進行中的逗點。大家進一步解釋，人生跟賭博的邏輯完全不同。賭博是幾率問題，你這把輸了，下一把還是重新開始。但人生不是，人生更像是在走一個巨大的迷宮。你走到一條死路，撞到牆壁，那不叫做我失敗了，那叫做我搜取到一個新的數據。這個數據告訴你，這條路走不通。所以每一次的挫折，其實都是在幫你刪去錯誤的路線，讓你離真正的出口越來越近。思琪這邊呢，則是透過一次非常慘痛的教訓，才鍛鍊出那種超強的心理素質。在一次很重要的接力賽，他因為太緊張，結果搶先跳下水，導致他們整隊的資格直接被取消。你可以想象那個畫面嗎？全隊的努力因為你一個人瞬間化為烏有，他當下就崩潰了，覺得自己再也沒臉見人了。但他教練只跟他說，失誤了就失誤了，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明天練得比誰都狠，在下一場比賽贏回來。這句話讓他學到，面對失敗，自怨哀哀沒有用，你只能站起來繼續打下一場仗。這就引出了我們下一個關鍵點。當你累積了這些別人沒有的獨特經驗之後，要怎麼把它們組合成一個別人完全抄不走的不公平優勢？他們兩個的成功公式就是一個超棒的示範。思琪這邊是頂尖運動員的思維，再加上台大商學院的腦袋，這兩者一結合，就變成一個專門服務運動員、超級利基的留學品牌。那承安呢？他是把他對團隊運動的熱情，尤其是躲避球，再加上他多年累積的品牌跟業務能力，變出一個全新的企業培訓服務。這些能力如果拆開來看，很多人都有，但把它們相乘在一起，就變成一道別人難以跨越的高牆。思琪創辦的品牌 Flux 其實是源自於他自己過去的一個遺憾。他當年就是因為資訊不對等，錯過了去美國念大學游泳的機會，所以他創業就是為了解決這個他親身經歷過的痛點，不希望學弟妹再走一次他走過的冤枉路。他把過去的後悔變成了一個新的商機。承安這個就更有意思了，他把自己從小玩到大的躲避球變成了一門生意，而且還不是小生意哦。他開的公司就是用躲避球這項運動來幫像 LINE 這種大企業上課，教他們什麼是團隊合作、溝通跟策略。你想想看，這有多酷？把一個兒時的遊戲變成一個年營業額好幾千萬的事業，這就是熱情跟專業結合起來的威力。好，最後我們來聊一個更高維度的思維轉換。這也是承安分享的一個我覺得極度重要的觀念，怎麼樣從零和遊戲的思考框架跳到正和遊戲的思考框架。什麼是零和？很簡單，就是一塊蛋糕就這麼大，你多吃一口，我就得少吃一口。就像比賽搶冠軍，金牌只有一個，我贏了，你就一定是輸家，這就是零和。那正和又是什麼呢？就是我們不要再搶這塊小蛋糕了，我們一起想辦法把整個蛋糕做得更大。這樣一來，我們每個人分到的都會比原來更多，這就是創造雙贏。承安自己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當年準備創業的時候，認識了現在的合夥人。那個人本來可能是他市場上最大的競爭對手，但他們見面聊了之後，發現，我們兩個的能力超級互補。這時候擺在他們眼前的就有兩條路：第一，變成敵人，在市場上殺得你死我活；第二，變成夥伴，一起打天下。他們選了第二條。就像他說的，與其在市場上多一個敵人，不如我們在同一間公司裡找到各自的角色，一起把整個產業的餅做大。這個決定讓他們後來幾乎主導了整個市場。好，我們來快速整理一下今天的幾個核心 takeaway。第一，要勇敢的、主動的為自己創造一些高風險的轉捩點，逼自己一把。第二，重新看待失敗，把它當成你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數據庫。第三，把你身上那些獨特的技能跟經驗組合起來，打造出別人模仿不來的不公平優勢。最後一點，也是最關鍵的，把你的思維模式從你死我活的零和競爭，轉變成大家一起把餅做大的正和優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不管是陳思琪還是承安，他們的故事其實都告訴我們一件事：人生最大的限制，往往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為自己貼上的標籤。當你敢撕下標籤，把失敗當數據，把經歷當武器，你就能開啟一場完全不同的遊戲。最後，也留一個問題給你自己想一想：你現在正在玩的這場人生遊戲，是零和的還是正和的？更重要的是，你找到能跟你一起把餅做大的隊友了嗎？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